Hello，大家好，今天来关注这起引人注目的坠机事件，也就是济州航空2216号班机坠毁的重大事故。不少人都在询问最新动态，我这里正好拿到一份非常新的内部资料。其实昨天夜里我就已经入手了，但因为忙着处理别的事情，没时间跟大家细聊。现在我就来告诉各位，这份资料里都透露了哪些关键讯息。首先，它涵盖了从早上8点54分开始，机场与2216之间的对话细节，包括飞行员要求做什么动作，塔台又如何回复等等。换句话说，我们等于有了一个事件发生前后的对话全记录。这些内容会帮我们更客观地了解，在飞机出事前，双方到底交流了什么。现在就趁此机会把这份内容给整理出来。今天的重点是时间轴，从当地时间早上8点54分开始，武安机场和2216的沟通怎样一步步进行。当时机场准许2216在01号跑道降落，也就是8点54分那一刻就已经给了落地许可。而后到了8点57分，飞机大概处于五边进场阶段，由于这是小机场，没有别的机流干扰，所以提早批准它落地。再过3分钟，8点57到59之间，管制员提醒他们要小心鸟类活动。几乎任何机场都会发布类似 Caution Birds Activities 的信息，像台湾的松山、桃园、高雄也都有同样广播，意思就是提醒飞行员可能有鸟群出没。所以别把这句话当成重大异常，它通常是例行性提醒，跟风切、乱流等警示类似，都算塔台要做的标准程序。可是后来就出大事了，因为在后续短短几分钟内，机组向塔台报告说被鸟击，然后紧急做了 go around 重飞，并且没多久就发生了坠机。所以大家才关注是不是这句话里藏了什么苗头。总之，事件背景是他们从8点54拿到许可，到8点57进场，塔台说了句鸟群提醒，接着在8点59左右，机组就喊出遭鸟击的报警讯号。而此后的一连串紧急动作导致最后的坠毁。接下来我会更深入地剖析鸟击这个要素在这次事件中究竟扮演了多大角色。当管制员说 Caution Birds Activities， 其实在全球许多机场都是常态化提醒。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句话并不意味着你立刻会撞上鸟群，只是机场周遭如果常出现鸟类，塔台出于安全考量，都会广播一句，提醒机师多留神。问题在于，这一次2216好像真就不走运。他们在进场时，短短几分钟后便向塔台报告我们被鸟击了，而且随后还说要 go around， 也就是重飞，取消这次落地。要知道，通常如果鸟击并不影响发动机或关键设备，飞行员也可能继续落地，因为你都快贴地了，再去重飞，反而会增加操作复杂度。但是他们却立刻拉起机头，表示我们要重飞。更关键的是，机组在报警时用了 Mayday。在航空领域， Mayday 意味着重大紧急状况需要优先处理。比方说发动机被鸟击，损伤严重，控制系统受影响等等，才会触发机师喊 Mayday。 假如只是轻微撞鸟，通常不会到这地步。所以当我们听到2216机组说 May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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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d Strike， 就表示他们的判断是这次鸟击已经造成十分严峻的后果，让他们无法安全继续落地，必须赶紧重飞，甚至准备紧急降落。而后果如何，大家知道，几分钟后飞机坠毁。当然，
是否真的只有鸟击这么单纯？也有人提出质疑。有时候，表面上是鸟群撞了机翼或发动机，但背后可能引发别的问题，例如双发失效、发动机起火，或者其他设备当场故障，让飞行员根本没法顺利控制飞机。所以，虽然塔台提醒过鸟群活动，可实际发生的状况也许远比撞到几只鸟要严重得多。现在重点来了，当机组喊完 Mayday、Mayday、Mayday Bird Strike 之后，为什么马上 Go Around 重飞，然后又立刻请求 Runway 19反向落地？这意味着，本来他们应该落地的是01号跑道，可是一遇到麻烦，直接就说我要反向跑道降落。要知道，机场跑道一边是01，另一边是19，相差180度。如果他们绕正常的飞行回路，大概会花个3-4分钟的 pattern， 然后重新对准跑道再降落。可是2216却在最短时间里转大弯，似乎要秒回去落地。在飞行训练里，通常只会教机师在极端状况下才采取这种一边爬升一边猛转180度，然后立马降的操作。而极端状况之一就是双发失效，也就是两个发动机都挂了，或者至少无法维持飞机在空中继续绕行太久。换句话说，只有当你的推力没了，不赶快落地，可能就直接失控坠毁，你才会这么做。也因此，不少飞行老手都在猜，会不会那2-3分钟里，飞机其实同时出现了双发故障，逼得机师没得选，只能立刻掉头试图降落。再者，正常情况下，如果你被鸟击，但发动机还勉强运转，多半可以做一次安全 go around， 绕个标准流程再回来降落，不用硬生生走个急转弯。但2216的机组选择了最激进的做法，想马上反向落地。由此可见，他们遇到的问题非常紧迫，紧迫到不想花多余时间做正常回转。显然，飞机状况不乐观。根据现场影像，似乎右侧发动机喷出火光，或许说明鸟击伤及发动机，使得机舱报警。如果真的是发动机火警，通常也有相应紧急程序要执行，比如关闭受损发动机，打灭火瓶，然后如果还飞得起来，就选个安全高度绕一圈落地。但看起来他们没那么顺利，3分钟后就坠毁。有人猜测，是不是另一台发动机也挂了，或是因为鸟击导致更严重的机体损坏，从而使飞行员别无选择，只能立刻反向跑道。更离奇的部分是，为何当时机长没有让客舱做好不正常降落的准备，像 brace for impact。 据说部分乘客还以为这是一次普通重飞，结果等到真正撞地才意识到事态有多严重。这就显示整个过程可能发生的非常快，机组没来得及广播，也可能想广播却没时间执行，因为要同时应付发动机与航向操作。总之，在短短不到5分钟内，从鸟击到 Mayday， 到决定反向跑道，再到最终冲出跑道坠毁，这一连串动作之紧凑，几乎说明机组正面临无法拖延哪怕1秒的急迫性。那具体是不是双发失效，或者发动机火警，还是别的意想不到事件，目前还缺乏更完整数据。就像我们模拟器时常演练的那样，只有教官才会给你那么可怕的设定，让你在低高度短时间内承受这么多故障。可现实中，这竟然真实发生了。有些人问，既然他们都要落地了，鸟击之后为何不直接硬着陆？为什么还要重飞？难道不担心重飞时发动机状态更危险？根据经验，除非鸟击造成发动机彻底失火或变故，否则在低高度临近跑道时，许多飞行员会倾向先落地，
而2.16的做法却反其道而行，让人怀疑其中是不是更严重状况，比如发动机当场喷火、失去推力或产生毒气，让机组感觉不能留在跑道末端降落，否则会出更大事故。如果双发都失去动力，那在极低高度时选择重飞，其实很冒险，但他们却做了。会不会是机长瞬间误判，以为至少剩下一具发动机还能带来足够推力，结果飞起来才发现不行，这就说不准了。或者他们先飞上去，想在空中处理火警或故障，没想到另一边也熄火了，只能迅速掉头要求跑道依旧。有人拍到右侧发动机尾部出现火光，鸟击造成尾管喷火并不罕见，这通常表示发动机进气受阻、内部震荡，甚至可能出现失速或熄火。那么假如当下火情没熄，机长决定关掉右发灭火，却在拉起时发现左发动力也不足，形同双发失效，只能赶紧想办法落地。因此也可能解释为什么他们反向180度降落得如此之急，好像多拖1分钟都不行。另一个推测是，如果发动机真的失火，机组判断继续在跑道01落地会有更大危险，或许因为那端地形不利于紧急救援，或风向不好导致火势更难控。也不排除他们曾想把飞机拉高，做完整流线回路，但发现推力不够，只好当场转弯，选择最近的落地点。结果终究没能平安把机体放下，还滑出跑道，撞上建筑或围墙。值得一提的是，民航界一般认为，在很低高度遇到火情或重大故障，其实立即降落才是最安全。拖延或重飞反而增加更多不可控因素。可2.16当时的操作似乎破例，表明他们应该是更深层的难题，不得不采取这个怪异决策。这也让许多飞行老手感到疑惑，到底是什么紧急状况，让机长非得这样做？从结果来看，他们在短短3分钟内完成重飞、转弯再落地却失败，足见当时飞机状态非常糟糕。许多网络讨论也推测，或许2台发动机都已不堪运转，机长只剩下赶快找个方向把飞机放下这一招。在这种极限情形里，如果他们没来得及放襟翼或起落架，落地冲击就大到难以承受，所以撞毁爆炸成了一场悲剧。对现场消息来看，机上紧急准备工作似乎也没充分进行，因此很多人根本没意识到会撞得如此惨烈。这一连串问题都要等最后失事报告才能更清晰解答。接下来我整理一下官方释出的时间点。1. 早上8点54，武安机场通知2.16可以使用01号跑道降落。2. 8点57， 2.16进入五边进场，管制员正常给出落地许可。3. 8点59，机组突然报告 May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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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d Strike Go Around， 说明他们在靠近地面时撞鸟，决定重飞。4. 1分钟后9点整，机组向塔台请求反向180度转到19号跑道落地。5. 9点02分，飞机在跑道上空触地，却没有放起落架，看见在约4000英尺的位置接地，等于已滑行过半。6. 几秒钟后，飞机冲出跑道，撞上水泥障碍或信标设备，机场立即按下 Crash Bell， 消防队19秒内完成部署。7. 9点10分，交通部门收到失事报告。9点23，第一名伤者被救出送医。9点38，机场对外关闭。9点50分，又救到第2名生还者。以上就是官方透露的时间轴，从8点59到9点02之间，短短3分钟的空档
他们执行了重飞、转弯，试图落地，却最终撞毁。这里可见这场事故发生的非常快，也让人想知道，在这3分钟里究竟发生了多少操作上的混乱。有人问为什么不抛油？其实绝大多数窄体客机没抛油系统，再说短短几分钟也来不及抛油。如果真的要处理，落地超重，通常也得先上升到安全高度，慢慢绕，可他们根本没这种余裕。再来，很多人也纠结火灾风险。事实上，飞机撞地时是否起火，不仅关乎有多少油，还和机体撞击角度、机件等多因素有关。更何况，即使是长程宽体客机，可以抛油也要花时间，这架偏偏没时间。就算他们想在空中多绕几圈，消耗燃油，应该也是需要发动机能保持运转。可一旦发动机损坏严重，拖得越久，危险越大。不少目击者指出，飞机在接地前速度相当高，因为似乎没放紧翼，起落架也没有正常进场姿态，导致最终冲出跑道。如果他们真的发生双发熄火，那可能只靠机体滑翔式的落下，更难掌控速度与角度。一旦多些颠簸，机身就会翻滚或断裂。另外，有些信息显示，空服人员也没收到不正常降落的通报，所以在碰撞时，机上大部分人没有做防撞姿态。这种紧急时刻需要机长提前广播 Brace for impact， 让乘客准备，可惜看起来没来得及。或许从重飞到最终坠毁，机组只有极短时间，忙着看仪表，应对火警或动力衰减，顾不上客舱。最后我们看到 9.02 的触地， 9.03 左右撞上水泥墙，消防部门立刻出动，却也只能在短短几十秒时间内做有限救援。9点10分通知到交通部，再过10多分钟才救到第一位生还者。有说飞行员还短暂地对外喊话，似乎很遗憾整机状态不佳。总之，这次坠机让人震惊的不只是鸟击或火警，而是那3分钟内连续的极端操作。我个人推测，可能是发动机灾难性故障，让他们没法按常规程序处置，只好立刻反向急速着地，结果没有放起落架，或者放不下襟翼，进场速度过快，滑冲出去。要深入了解，还得等更多黑匣子或航管录音来印证。但是这份时间轴起码给了我们大体脉络，短短几分钟之内，飞机宣告紧急重飞，却最终撞毁在反向跑道上。好，总结到这里，算是对2216号班机的失事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希望这些资讯能让我们对这场事故有更清晰的观感。未来若有新的细节，会再和各位说明。